嗨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比较晚期才发表的乳突属物种，它的名字叫做 Mammillaria breviformosa。这个它是在墨西哥的 Durango 马匹米市的一小块区域发现的。我记得之前的文献是说，它是因为在人为开发，在开路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物种，然后做了一些研究之后才发表的。好，那基本上它就是长这样子啦。好，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羽毛很有特色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一个是 breviformosa， 然后这个是羽毛丸。所以可以看出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。这个羽毛丸刺是有点向上，然后这个 breviformosa 的毛比较找一个干净的话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它呈现一个很漂亮的鱼鳞状的排列，但事实上它如果单一个体的话，是一个羽毛状的这个发散的刺座。呈圆形，对啊。如果你看隔壁的这个羽毛丸，小时候它的刺就是有一个像，比如说孔雀，它的这个羽毛的往上排列的样子，这两个刚好可以做一个比对。这个是 breviformosa， 然后这个是那个羽毛丸。好啦，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笔记资料。好，讲，好，这个乳突球属的，那目前台湾这边没有中文的这个属名。那我记得对岸那边应该有名字了，只是我没有引用。好，那它原产在 Durango 的奇瓦瓦沙漠范围的一个马匹米市的一小块范围。产地的土壤是石英、石灰岩风化构成，海拔在1400到1550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濒危物种，可能原产地不到4000棵，只要来住，主要威胁来自过度放牧以及人为破坏。那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物种发现是因为他们在开路的时候发现，有这个东西，然后开始研究，然后才确定它是一个新的乳突属。好，然后有个主根，然后细根，所以基本上它是细根系，春夏生长季，然后尺寸大概就2到3公分。我这边这一颗算大颗的，然后呢，再大一点的，像这一颗。看看哈，这一颗呢是接近3公分，这样，这个好，就是2到3公分，这样。好，回来。现在是冬末，就是2月中，冬末开花，然后植物约2公分大小即可开花。目前看起来应该是1.5公分就可以开花了，对。然后花大概1.5公分，白色花瓣中间有一个明显的粉红色条纹，然后需异花授粉。成熟之后，果实里面会有半埋在身体里面，所以要挖出来。好，然后是个蛮耐旱的物种，然后水多易烂，疏水介质，巴拉巴拉巴拉。好，这个基本上我应该是7天一个循环浇1次水，因为我的环境是温室。好啦，那我们来看看，我们从种子、中苗跟成株，我们来看看它个别长成什么样子。那我们从种子开始看，为了这个我可是准备了。好，我要说的是，这个是一个死掉的这个 breviformosa 的这个干丝 ，sorry， 好，所以证明它死掉了。对，
然后呢，我从它这边呢，这个一个一个点呢，就是它生前呢，我有授粉，然后干掉缩进去的，所以可以看出来它是整个缩在里面的。那如果我去挖它的话呢，身体破坏了之后呢，这样这里面就是满满的果荚。比如说不相信的话，我来给你扭开。好，这个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果荚的种子。那它的种子呢是这样，这个名牌呢有点泛黄了。这个其实是因为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就想拍介绍影片了，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，我时间搭不上，所以我就不拍了。结果这个名牌一放呢，就放了1年，超惨的。好，总之呢，它的种子是这样，有点带深咖啡色，有点梨形。对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我跟羽毛丸是放在一起嘛。来看一下，比较一下，这个是羽毛丸的种子，看一下两个是不是有点像。好啦，这个其实我去年也是要拍羽毛丸，但是因为各种原因，所以就没有拍了。它一样，这个种子有一点点像梨子的形状，对。好，总之呢，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。然后呢，它就是半银果吧，对我来说，嘿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小苗长啥样。好，小苗时期呢，它在小时候呢就已经呈现，什么？它小时候呢就已经直接呈现出这种圆形辐射状的刺座，对。那这个刺座其实是短短的，然后软软的，没有很硬啊，对。但你去摸它的话，因为它太短了，所以你感觉不出来，对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刚刚说了嘛，这个它的花呢，就是有一个明显的粉红色的中瓣，然后大小呢，大概是1到1.5公分之间。还蛮明显的，对。那它如果它需要异花授粉嘛，所以如果没有授粉的话，它不管如何它就会缩进去，这样。不管有没有授粉，它这个干瘪之后，要么就脱落，要么就是维持这样子。然后我讲的就是它，假设有授粉的话，它这边就会这边结一个果荚在身体里面。所以这个是已经这个什么开过花枯萎的，对。然后因为是乳突属嘛，所以乳突属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在有跟有的中间开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较小颗的这个尺寸，刚刚讲开花的尺寸是多少？开花尺寸大概在什么啊？总之就是我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大概几公分就可以开花了。这大概是1公分多，对，1公分多就可以开花了。那目前为止，我最大的尺寸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接近3公分吧，只能这么说。对。而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大概是2.7、2.8公分这颗，对。好，看一下其他颗。那如果你虐养的话，它就会比较平贴地面，对。然后这个开花的样子。好，这个是小型物种，大概尺寸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你像这个戒指，我用干净一点的，它就可以很漂亮。
但是如果你照顾的不好的话，可能你土用多一点，你就很容易变成这种有点脏脏的样子。所以这个其实用细颗粒的介质去铺，然后保持干净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如果你这个，因为它的羽毛其实是蛮密的，所以如果你浇水太潮湿的话，它会烂根。比如说这个就死掉了，整个死掉了 ，dead。好，那我们说这个有一个什么啊？我们来挖一个这一颗。我说它的根是什么？细根系。有一个主根，然后细根系。好，有一个主根，然后细根。我们再挖看看另外一颗，这个好。这个就没有明显的主根，但是一样是细根系。有啦，算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，也不算了。好，总之就这样。好，这个物种水太多或者是闷成株之后闷到的话是蛮容易烂根的，所以大家在种的时候，大概到2公分之后就要开始控水。那如果你控水控太凶的话，它就会像这样子比较平贴在这个介质表面，像这样子。对，那如果你让它，我好像没有这样的例子啊。总之呢，如果你让它水太多的话呢，它没死的话，它就会拉得比较高一点。对，好，那今天大致上就是介绍这个 Breviformosa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这颗是羽毛丸，之后会跟着介绍。这颗是那个 Breviformosa，对，好，就这样啦，谢谢观赏，拜拜。